得罪了人，别想着去补救，越补救越烂，越描越黑。你越是急着解释，掏出一堆牵强的理由替自己开脱，只会让人觉得你心虚没底气。人一旦露出不自信的破绽，说什么都没说服力，干什么都是错，这就是人际交往的暗黑潜规则。对方已经开始鄙视你了，接下来你做的任何举动，在他眼里都是低三下四的讨好。换句话说，你们之间的地位已经倾斜，不再是最初的平等对峙。对方捏住你的小辫子，想拿捏你就跟玩儿一样。所以你看，真正的强者犯了错，直接认错，反省自己，但姿态绝不放低，哪怕道歉，也不是那种点头哈腰、唯唯诺诺的怂样，而是光明磊落，挨骂也站得笔直。这才是玩转人生游戏的正确姿势。姿态就是一切，是你做事教人的起跑线。不管你身处巅峰还是谷底，气势绝不能崩。现实是，很多时候你跟人起冲突，这冲突根本无解，没办法调和。事情已经发生，时光不能倒流，这时候越后悔，越显得当初的决定蠢到家。你使尽浑身解数去弥补，在对方眼里，你还是个混蛋，不是人。既然如此，干脆学会放手。事情发生了就发生了，做好你底线内的该做的，剩下的爱怎样就怎样。一旦打开这层认知，试试看，你会发现世界瞬间开阔。举个例子，老板扔下来个任务，原本是同事在干，结果老板觉得他做得稀烂，把任务转给你。你做得漂亮，老板对你一顿猛夸，这时候那同事肯定恨得咬牙切齿。但你站在自己角度，这就是无辜躺枪。这功劳不是你使阴招抢来的，是你堂堂正正干出来的。可同事就是觉得你抢他风头，让他丢脸下不来台。这时候怎么办？跑去给他赔礼道歉，还是在老板面前帮他说几句好话？不，你什么也别干，做了就是错，只会让对方更记恨你。这世界上总有看你不顺眼的人，你没办法让所有人都爱你，所以别怕得罪人，别怕跟人结梁子。你只需确保损失在你能兜住的范围内，其他的全扔脑后，一个字也别多想，一句话也别多说。树大招风，这社会就是你做的事越大，越容易惹人眼红。你赚的钱越多，越招人嫉妒、猜疑、陷害。你名气越大，越会引来心怀鬼胎的家伙，哪怕你什么也没干，在他们眼里也是装无辜小白兔。你跳下去解释，就中了人家的圈套，对方会使尽手段把你从正道拽到他们的邪路上，然后用套路碾压你。这时候任何反击都是白搭。你用君子之道，人家可能对你睚眦必报，这些你都掌控不了。破解这困局的唯一办法，就是从一开始就不入局。对方磨刀霍霍，摆好鸿门宴，就等着请君入瓮。但你根本不来，这场宴会你没空赴，瞬间让对方自讨没趣。千万记住，别讨好所有人，同时也要适当得罪几个人。因为得罪人也有高招，那就是秀出你的攻击性。你在释放信号，你不是软柿子，不是谁都能随便指挥。无形中给自己筑起一道防护墙，这是你的自保利器。对方想对你动歪心思，想利用你时，就会先掂量掂量，哪怕最后还是找你麻烦，也会觉得有点不好意思，往后不敢提过分要求。当然，不是让你逢人就对，而是要看人下菜。10个人里挑1干2个得罪，最好是没什么话语权的小角色。妙就妙在，你的攻击性会通过他们的嘴传开，你的防护墙在他们的助攻下越扩越大。这时候你的布局就成了。我一直强调，做人做事别当傻白甜，不用太有心机，但也得有点心眼。防人之心不可无，这是铁律。我不主动害人，但也绝不让别人骑我头上。行得正坐的端是一面，被人记恨是另一面，两面都要扛，但别想着去补救。你越在意，越想抓紧，越容易搞砸。可你反其道而行，往往能收到意想不到的奇效。
今天先分享到这里，如果对你有帮助，欢迎按赞订阅智慧补丁，超越自我，完善人生。